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日本孤儿被遗弃在中国，历经千难险阻，终成一代大师的故事。故事开始，1945年，中国人民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驻扎在河南韩家庄的日本士兵慌忙丢盔弃甲，匆匆收拾战败的行李，准备回家。因为事发突然，部队返程的车辆不够，于是上级军官决定将不必要的行李都扔掉，优先带日本人回日本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只允许大人上车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要全部被遗弃。日本女人和子不忍心和自己的孩子分离，于是将孩子装进一个小竹篮里，偷偷带上了车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却不料竹篮被某个军官看到，他觉得这个竹篮实在是太占空间了，于是一把扯过竹篮，扔在了一旁的草地上。任凭和子怎么哭喊都没有用，车子逐渐远去。当地的村民见日本人撤退了，纷纷来到日本军营，想将日本人丢弃的东西捡回家自用。杨大娘也是其中一员。就在她四处搜寻可用之物时，忽然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，哭声正是和子被遗弃的儿子。杨大娘上前查看，果然就发现了竹篮里的孩子，身上披着日本军大衣。她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是日本人的弃婴。杨大娘没有丈夫，独自抚养着一个儿子葫芦和一个女儿秀秀。葫芦是个聋哑人，在村里一直娶不上媳妇儿。杨大娘看着竹篮里小小的孩子，忽然想到，如果能将孩子抚养长大，将来或许能给葫芦养老，那样葫芦娶不娶媳妇儿也就不打紧了。就这样，杨大娘发了善心，将孩子带回了家。随同孩子一起来的，还有一条孩子生母留下的白色丝腰带子。杨大娘细细收拾好，准备将来还给孩子。可叔叔康森跟日本人打仗受过伤，反对收养。迫于无奈，杨大娘只好让女儿秀秀把孩子放在大路口。可到了中午，秀秀流着泪又把孩子抱了回来，因为她喜欢上了这个孩子。可养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由于家里贫穷，杨大娘只好去求邻居们。就这样，东家讨一口奶，西家要一口汤，才将孩子养活大了，还起了一个好养活的名字，叫狗娃。随着狗娃的逐渐长大，周围的邻居总嫌弃他是个日本人，毕竟那场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惨痛的回忆。大人们打骂他，孩子们欺负他。杨大娘知道后心疼不已，又不能时时刻刻将狗娃放在身边，于是她只好教狗娃以后受了欺负就要还手，但效果也不是很好。杨大娘的儿子葫芦也不喜欢狗娃，甚至在杨大娘刚把狗娃抱回来时，葫芦曾一度拒绝让狗娃进家门，但是狗娃却对葫芦十分亲近，没过多久就学会喊葫芦爸爸了，这让葫芦逐渐放下了心中的芥蒂。在其他人欺负狗娃时，葫芦就会出面把孩子抱走，用树枝抽打食人出气，狗娃破涕为笑。一家人就这么和和美美的过了一段日子。为了补贴家用，葫芦决定跟村里的人一起去修铁路。那时候铁路工程的安全问题没有保障，经常会有事故发生。杨大娘很是担心葫芦，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拗过葫芦，让他跟着生产大队一起去了。根据墨菲定律，你越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铁路就传来了工程队出事故的消息，山坡塌方。其他工人听见声响纷纷逃命，临走前大声呼喊葫芦快点逃，但无奈葫芦先天听力不好，没有听见队友的呼喊，就这样被埋在了废墟之下。得知此讯的杨大娘像丢了魂一样，唯一的儿子没有了，过日子的动力似乎也被葫芦一起带走了。悲痛欲绝的杨大娘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回到老家生活，但是带着秀秀和狗娃两个孩子，杨大娘难免力不从心，于是她忍痛割爱，含泪将狗娃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夫妇收养。她什么也没有要，只求夫妇俩能够善待狗娃。托付完这些之后，杨大娘便带着秀秀离开了。半夜，狗娃偷偷从新家跑了出来，回到了杨大娘的家里，在门口呆呆地坐着。但他并不知道杨大娘已经离开了这里，直到路过的村民告诉狗娃，狗娃才知道自己被遗弃了。一晃又过去了很多年，杨大娘故地重游，想要回来看看狗娃。虽然狗娃不是她亲生的孩子，但是过去了这么些年，杨大娘一直惦记着狗娃。她在寒风中走了很久，上了年纪的她不太记得路了。这时看见前面有一个背着柴火的孩子，连忙上前问路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竟然就是狗娃。寒风中的狗娃穿得十分单薄，瘦瘦小小的他身上背着一大捆干柴。此情此景让杨大娘十分生气。当年她将狗娃托付给那对夫妇时，两人曾经发誓会对狗娃好的，如今却变成了这样。杨大娘让狗娃带路，她要去那对夫妇家里讨个说法。刚一进屋，杨大娘就看见屋子里多了一个孩子，一瞬间就明白了，原来不能生育的夫妇在后来的几年里意外怀了一个孩子。纵然狗娃再怎么聪明乖巧，始终是比不上亲生的。杨大娘什么也没有说，只默默地将狗娃带了回去。她见不得狗娃再吃苦了，就算日子难过些，她也要将狗娃带在身边。回家后的狗娃显得十分拘谨，
毕竟被抛弃过一次，再次接纳家人总需要一点时间的。然而杨大娘和秀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，家里已经失去了葫芦这个顶梁柱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秀秀来撑着。随着秀秀一年年的长大，很快就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。来说媒的人很多，但杨大娘始终没有同意。看着一个又一个错过的好姻缘，秀秀忍不住劝说母亲同意自己的亲事，至少那些出嫁的礼金也能让家里顶上一阵子了。杨大娘听秀秀这么说，也只好同意了。出嫁当日，狗娃终于不再压抑自己，他趴在秀秀的膝盖上大哭，诉说着自己的不舍与委屈。接亲的人很快就来了，秀秀穿着大红嫁衣，一步一步走出了门。杨大娘和狗娃在门后不舍地抱头痛哭。秀秀出嫁后，杨大娘开始考虑狗娃的去处，她一人抚养孩子，加之年老体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她思索再三，最后将狗娃带到了一家寺庙清凉寺，恳求法师能够收下狗娃。法师见狗娃乖巧懂事，便答应了杨大娘。临别时，杨大娘将那条白色腰带留给狗娃，告诉他这是他亲生母亲的物品，叮嘱他要好好保存。祖孙俩痛哭而别。就这样，狗娃在庙里剃发出家，法号明镜。明镜本无尘，但他的心上已经有了太多的伤痕，所以常低垂眉目，面带忧郁。没过多久，狗娃就接到了杨大娘去世的消息。在深夜一顿痛哭流涕后，他在凡尘也再无牵挂了。一晃20年过去了，狗娃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法师，数不清的人请他来讲解佛经，传播佛教文化。在一次去日本普及佛法的活动中，生母和子在电视上看到了狗娃，越看越觉得是自己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孩子。最后通过狗娃身上那条白色腰带，认出狗娃就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一瞬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通过种种手段，和子最终与狗娃见面了。他将当年的来龙去脉都说给了狗娃听。狗娃来到母亲的家里，并且穿上了母亲为他亲自准备好的和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又看着身边的亲生母亲，狗娃内心也十分开心，亲切地叫了一声他平生第一次呼喊的妈妈。与生母度过的这一个夜晚让他毕生难忘。天一亮，狗娃再次换回自己的袈裟。此时的他不再是狗娃，也不是和子的儿子，而是明镜法师。他诵念着经文，将万珠留给母亲，叮嘱她保重身体。说完便走出了母亲的家门。然而心念儿子的和子还是忍不住偷偷来到了机场，看着儿子上了飞机远去，想到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，便忍不住在机场嚎啕大哭。清凉寺的钟声再次响起，明镜法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。他来到杨大娘的墓地，于他而言，他已经了却了心愿，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和尚了。对于杨大娘的养育之恩，他感激；对于亲生母亲的遗弃，他释然。人生可贵之处便在于此，知晓一切辛酸，却还能淡然处之。也许没有这番历练，也成就不了明镜法师这号人物吧。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老百姓，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纷，最后总是要有千千万万个狗娃出来买单。狗娃是幸运的，他能在一切苦痛中挣扎出一番天地，可其他千千万万个狗娃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和平之所以珍贵，那是因为有前人之血在铺路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